有时候很多我们讲的你那个社区大楼你会发现说，为什么那个住户里面有缓降机？为什么我住这家没有缓降机？好，我讲真的，你不用太羡慕它啦，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真的。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还有，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我上个礼拜呢接受了一个 podcast 的访问，那这个 podcast 叫做消防对不对？主持人叫阿汤，他专门去访问一些曾经在消防队工作的人。对，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话题跟主题，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也跟大家推荐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谈的这些主题，一方面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知道说，消防队在干嘛，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说不定我今天如果离开了消防队，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没错。那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其实就聊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台湾的消防设备会装一个东西叫做缓降机。今天我就借这个机会更仔细的分享一下我对于缓降机，我对于避难器具这些东西的看法是什么。我自己看，我觉得缓降机这件事情感觉 CP 值很低因为这缓降机看起来就是超级纤瘦先这样子，我们现在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外观好了。缓降机大家在公共场所，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住社区大楼，搞不好在你家里头的阳台也会有这个东西。它大概呢会有2个很大的部件。第一个呢就是会有一个支架它通常是那种白色的 L 字形的这个支架可以伸出去。对，但是 L 是倒过来的 L， 它是要给你挂缓降机的那个叫做调速器。那缓降机呢，就是你在旁边会看到一个盒子，你打开来之后呢，它会有很多的绳索跟一块圆圆的机器。那个圆形的机器就是我们讲的调速器，你要把它挂在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支架上面。那你要把其中一条绳索丢到楼下，绳索的另外一端还在你这儿，你就把这个绳索呢套在自己的身上，然后翻过墙壁，慢慢的往下降。那你这边往下降，另外绳子的另外一端就会上来。所以呢，等到下一个人要使用的时候，他就可以使用刚才那个被伸上来的绳圈再下去。其实我看过，是因为在20几年前吧，有一个泸州那边的一个社区大楼那边，它就是发生火灾，说有一对母子用了缓降机下来，妈妈是徒手拉着那个绳索，是他下来的那当下，因为徒手去抓那个绳索会痛嘛，重心不稳，所以那妈妈就撞到头。我从那一次就认为缓降机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我感觉啦。是我在想呢，你讲的应该是泸州大喜事的火警。那我觉得我先告诉各位一下我对于缓降机的态度跟想法。我认为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它有很多的限制，以及它有很多可以被取代的功能。但是呢，你讲的那个画面里面，事实上那个妈妈她使用方式是错误的。你今天缓降机使用的时候，你是要用它那条绳索的其中一端，它会有个绳圈套在你的身上。而那个新闻里面呢，那个妈妈她甚至不是在她的窗口有缓降机她是上面楼上的人用缓降机，所以呢，她在窗户一打开，我看到有一条绳子从天而降，从她眼前通过，所以她其实是抓着那条缓降机的绳子，想成是要爬着这条绳子下降过去。她其实使用方法是完全不对的。当时那个新闻里面，那个妈妈其实还抱着一个小孩，其实这也是不对的。缓降机实际上它一次只能一个人使用。我自己本身，我则是曾经真的使用过缓降机。那你觉得是好用的吗？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了。是因为当时我们辖区里面要做一个算是大规模的演习，那我呢是演那个火场的受困者。它其实会跟垂降一开始有一点点像，好，可是垂降跟缓降机最大的不同是，垂降你可以控制它下降的速度，而缓降机你完全无法控制。所以当我今天跨越那个女儿墙，跨越那个围墙，想要翻下去的时候，我那一段呢，我是完全没有支撑点，会有一段呢，好像是真的坠落的感觉。坠落下去之后，其实它会马上撑住，然后它开始会用调速器，就是有一些方式去减缓你下降的速度。但是问题就是在于那一段坠落，当时一跳下去，一感受到坠落感的时候，我马上的反射动作就是伸手去抓住我眼前的绳子，那手不就被磨破皮？是的，这就是我受伤的地方。缓降机它确实下降速度不会让你去受伤，但是其实它的速度感觉其实还是颇快的。你今天只要有一个好的防火区划，关门避难之后，你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样的风险，从窗户使用缓降机做逃生。
而且你看哦，它真的使用的过程，你会发现，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老人家或是小朋友，其实他根本没有能力自己做这个东西。没错，而且那个坠落感，没有心脏病也吓出心脏病。对啊，那小朋友他今天身体又比较瘦小，他前面那个绳圈啊，其实对他来讲太大，套不住。他搞不好下去之后呢，他反而可能会让你坠落。实际上，你今天只要观念正确，你知道关门避难这个方法的话，你根本没有必要从窗户、从阳台去寻求你逃生路线。就算那边有缓降机也是一样。有时候很多我们讲的，你那个社区大楼，你会发现说，为什么那个住户里面有缓降机？为什么我住这家没有缓降机？好，我讲真的，你不用太羡慕他啦，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真的。之前在台湾有发生过某一个地方有个火警，然后呢有一个新闻画面，就是妈妈带着小朋友使用缓降机下降。而这个新闻呢，标题呢其实是给比较正面的评价，说这是母爱的伟大啊，这是设备功能发挥作用。当时我看到这张新闻照片呢，我最大的疑惑是这件事情，从它降落的那个阳台看起来，它那个阳台根本没有任何的烟跟火。所以他干嘛要下来？是的，他有这个必要使用这种方式吗？有这个必要吗？搞不好他今天把那个房间门关好，等到火势扑灭，再从楼梯走下来，都一定比你使用缓降机来的安全。包含呢，其实有很多的概念，很多的问题是大家都还保留了一个印象，就是发生火灾我一定要逃。那我已经再次强调很多次了，这个观念请把它改正过来。你的应变观念正确，你不见得要逃离火场才能活下来。之前也有一个朋友传一个短片给我看，他是讲说有国外发明那种就是小型降落伞，好，说那个在火灾现场逃生非常有帮助。好，那我也只是跟他讲说，我说我觉得这个想法 idea 很有创意，但我认为实用性不高，原因是一模一样的。你今天区划正确，你的应变正确啊，你真的没有必要就是一定得从窗户去逃。之前我们跟大家谈云梯车，我也是表达相同的想法。好，所以我想呢，关于这个缓降机的一些故事跟看法，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有看过或做过缓降机吗？感受如何？欢迎底下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当时呢，他们就是要求我说你要从窗户用缓降机下来，然后我就还提了一个灵魂拷问，我说请问一下，我是受困者，我能不能关门避难就好了，我不要跳缓降机？你好烦。当然是不行啊哈！我刚一定觉得这个受困者怎么那么多话？因为你关门避难呢，外面的这个画面就拍不到好画面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搭缓降机下来。我说好吧，我就配合吧。那场演习我最后学到的最大的事情是我如何画烟熏妆，因为他们还说呢，你那个要从火场出来，所以你要画的一个有点像熏黑一样，所以我就手去摸几个木炭，在脸上按一按，应该就可以。